店铺老板忽然消失，犯罪现场满是证据，胸有成竹的警察准备轻松拿下嫌疑人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开门的瞬间，等待他们的是地狱才有的血腥光景。他们后半生不得不在噩梦中醒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oki 的密室，我是 Loki， 关注我，每周为你带来奇案，和你一起看清黑暗中的双手，远离那些隐藏的恶意。我将带大家穿越到1957年11月17日的普兰菲尔德，深入了解德州电锯杀人狂和沉默的羔羊的原型，美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剥皮食人案件——伯尼斯·沃登失踪案。1957年11月16日，警察局接到了杂货店主伯尼斯·沃登儿子的报警电话。电话里面描述58岁的沃登已经消失多日，希望警察能够帮忙寻找。17日，警察打开杂货店的门，发现地板上有大量血迹，其中一条血迹呈现拖拽的迹象，延伸至后门并忽然消失。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，这里之前停着沃登的汽车。在对沃登儿子询问中得知，一位叫艾迪的村民曾在店铺附近出现。在沃登失踪的前一天，艾迪曾打电话说要来购买防冻剂。根据在现场找到的防冻剂收据，警察们初步认定艾迪就是凶手，于是快速驱车来到他的农场。警长亚瑟·施莱打开了农场大门，扑面的味道从昏暗的房间里扑面而来，腐烂的垃圾覆盖了地板和柜台，几乎没有办法正常的走进去。为了抓捕凶手，施莱开始用手电检查房间。来到厨房时，他感觉自己的夹克在黑暗中碰到了什么东西。当他抬头确认时，他面前赫然倒挂着一具大型动物尸体。尸体被斩首，被切开并被掏空。在这个国家的猎鹿地区，特别是猎鹿季，这场景并不陌生。花了几秒适应了黑暗，施莱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一只鹿，而是一具无头女尸，正是失踪者伯莱斯·沃登。当震惊的警察们在艾迪的农场继续搜索时，他们意识到这具尸体只是地狱的开始。他们无意间闯入了一个死亡农场。接下来的发现越来越可怕，一个恐怖清单慢慢被整理了出来。一颗心脏被发现在餐厅的盘子里，10个人头的皮肤被保存下来，一张女人上半身的皮肤被卷在地板上，一条乳房制成的腰带，一张用人类皮肤装饰的椅子，用作摊碗的头骨，覆盖着人皮的灯罩，一张由人类腿骨做的桌子，以及一个装满人体器官的冰箱。艾迪床上的4个柱子上挂着头骨，墙上悬着人头，还有9个女人的脸被剥下来放在柜子里。人皮制成的手镯，一个鞋盒里边装满了女性下体，最后是一件从女人躯干上剥下来的人皮背心。艾迪后面承认，他喜欢穿这件人皮背心，并假装是自己的母亲。当艾迪被捕时，在农场里发现了大约15具尸体的零散尸块，但他坚称不记得自己放下了多少起谋杀案。血腥恐怖的发现给整个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。艾迪在1906年8月27日出生在威斯特辛州拉克劳斯，家庭成员有父亲乔治·吉恩、母亲奥古斯塔以及大自己7岁的哥哥亨利。母亲奥古斯塔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徒，拥有很强的控制欲。她每天向儿子们灌输圣经，一再警告他们女人是邪恶的，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的性欲。父亲乔治·吉恩
性格软弱，每天除了喝酒什么也不做。显然一家之主是母亲奥古斯塔。他强迫家里的成员必须虔诚地和他拥有同样的信仰。他在艾迪出生的那年，在拉克劳斯开设了一家杂货店，为家庭带来了不少钱，支持着家庭过上了相对舒适的生活。他努力工作并存钱，以便家庭可以搬到一个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区，避免城市中的邪恶影响到他的家庭。在1914年，他们搬到了位于威斯康星州普莱菲尔德的一块190英亩的农场，方圆几里没有任何的邻居。尽管奥古斯塔努力使儿子远离外界，但他并没有完全成功，因为孩子们需要上学。艾迪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，但在阅读学习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。然而，奥古斯塔很少对他的儿子们感到满意，他经常辱骂他们，认为他们注定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，成为人生的失败者。但艾迪把母亲视为善良的天使，并全心全意地遵循他的命令去生活。1940年，父亲去世后，他们辍学并接手了农场的工作。期间，亨利发现弟弟对母亲有着极度的依恋，对此感到担忧。亨利多次在他面前批评母亲，这让艾迪感到震惊。他把母亲视为纯洁的天使，他完全无法理解哥哥竟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母亲。这些事情也为1944年亨利神秘死亡埋下了伏笔。5月16日，艾迪打通了警察局的电话，说农场发生火灾后，发现哥哥亨利失踪了。警察随即组织搜索队。当他们到达农场时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艾迪直接带他们找到了失踪的亨利。亨利躺在一片没有受到火灾影响的地方，他的头部有淤伤。虽然警察觉得亨利的死亡疑点重重，但谁也不会去想艾迪会杀死自己的哥哥。于是验尸官把亨利的死因定为意外窒息。艾迪终于能够和他的母亲独处了。但1年后，奥古斯塔第一次中风，从此无法下床。艾迪日以继夜地照顾他，尽管他不停地咒骂着艾迪，称他为弱者和失败者。艾迪祈祷他的母亲不会死，这样他永远不用独自面对这个世界。1945年12月29日，奥古斯塔在第2次中风后去世。母亲去世后，他住在农场，靠帮村民带孩子勉强生活。艾迪将母亲最常用的房间、客厅和起居室封起来，作为对母亲的纪念。从此他再没有打开过这些房间。他生活在厨房，把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当作卧室。就是在这些空间里，艾迪每天都在阅读邪教杂志和冒险故事。艾迪经常沉浸在自己的奇怪爱好中。后来，艾迪变得越来越孤独。他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都在阅读杂志和解剖书。他居住的房间里堆满了关于纳粹、越南战争和沉船的书籍。通过阅读，艾迪读到了怎样从墓地里掘尸和解剖的过程。他非常着迷于这些怪异的故事。他经常会向他看管的孩子们叙述一些读过的故事。艾迪还喜欢阅读当地的报纸，他最喜欢的部分是卜告。正是从卜告中，艾迪了解到当地女性最近的去世情况。由于从来没有异性的陪伴，他会在黑夜时分前往墓地，把当天下葬的女性尸体挖出并带回家。他对从死者身上剥下皮肤并穿在身上产生了特殊的嗜好。他很好奇自己如果拥有了女性的身体会是什么样的感受。他梦想成为一个女人。他对女性充满了好奇，因为在他眼里，女性可以轻易控制男性。
就像他的母亲一样。他收集了非常多的人体尸块，其中包括一些头颅。有一次，一个他看管的小男孩去了他的农场，艾迪向他展示了卧室里的人头，他声称这些头颅来自越南，是他朋友的遗物。当这名小男孩把这个事情告诉其他人时，大家都认为是小男孩编造的故事。后来又有2名年轻人来到了他的农场，他们也看到了保存完好的女性头颅，但只觉得是万圣节服装而已。很快，镇上的人都在讨论着艾迪所拥有的奇怪收藏。然而，直到伯尼斯·沃登失踪之前，从来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些谣言为什么会出现。实际上，人们经常和艾迪开玩笑，讨论他拥有的奇怪头颅。艾迪总是微笑着说，他确实有这些收藏品，但没有人认为他在说真话。或许他们只是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。在1940年到1950年，威斯康星州的警察开始注意到失踪的人越来越多，有4起案件特别令警方感到困惑。第一起案件是1947年5月1日，一个叫做乔治亚·韦克勒的8岁女孩失踪，她在放学回来的路上消失了。6年后的1953年，一个叫伊芙琳·哈特利的15岁小女孩失踪在小路上。1952年11月，2名男子在酒吧里喝完酒，然后前往猎鹿，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。1954年的冬天，普利菲尔德的一家酒馆老板玛丽·霍根在他的商店神秘失踪。这4起案件的唯一共同点是，所有失踪案件都发生在普利菲尔德附近。回到1957年11月17日，当警方发现了无头尸体和艾迪农场内的恐怖手工艺品后，他们开始对农场的其余部分，包括周围的土地进行详尽的搜索。他们认为艾迪可能与之前的失踪案有关，尸体可能埋在周围的土地上。在对艾迪进行调查时，他起初拒不承认自己和任何谋杀有关。然而，在1天的沉默后，他开始供述自己如何杀害伯尼斯·沃登，以及他如何在农场里制作人皮工艺品的可怕故事。他描述在谋杀之前，自己会进入一种失忆状态，所以他记不清犯案的全部细节。他只记得拿走了商店的收银机，然后把沃登的尸体拖到车上带回了家。他拒绝承认自己枪杀了沃登，尽管验尸报告显示死者的致命伤是头部遭到了一把.22口径的步枪射击。当被问及农场里其他尸体碎片的来源时，他说他是从当地的墓地偷来的。艾迪坚称除了伯尼斯·沃登，他没有杀死任何人。然而，经过数天的审讯，他终于承认杀害了玛丽·霍根的事实。他依然声称在谋杀时，他处于失忆状态，记不起发生了什么。他唯一记得的是，他不小心向他开了枪。审讯的过程中，艾迪毫无悔意。当他谈到谋杀和挖坟盗尸时，他表现得非常冷静，有时甚至会很愉快地谈论尸体工艺品的制作过程。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行。艾迪的精神状态受到了质疑，随后接受了一系列心理评估，结论是他患有精神分裂症。他的状况被归因于他与母亲的不健康关系和成长经历。艾迪显然在对待女性存在着矛盾的情感，他对女性异常好奇，但又需要保持母亲灌输给他的厌恶情感。这种对女性的矛盾的爱恨情感，最终发展成了精神分裂。调查人员继续搜索农场周围的土地，一共发现了大约10名女性的尸块。尽管艾迪发誓这是他在墓地偷来的8名女尸，但警方对此表示怀疑。他们认为这些尸块可能暗示着艾迪杀害过更多的女性。揭开墓地是他们现在唯一能够确定尸体来源的方法。
虽然民众集体抗议，最终警方仍然获得了批准，可以挖掘那些艾迪指认的墓地。但除了能知道尸体确实不在墓地以外，他们没有获得更多的证据可以指出艾迪和其他的失踪案有关。尽管警方坚信他一定背负着其他的命案，但介于搜索农场和墓地的经费消耗巨大，最终只能按2起命案起诉艾迪。当警方公开了农场里发现的可怕工艺品和无数的尸块时，新闻迅速传开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涌向了这个小镇。这个小镇迅速走红，艾迪成了名人般的存在，但这样的名气让村民们感到非常的不舒服。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变成人皮食人魔之家，更希望艾迪得到该有的审判。在艾迪被评估为精神不健全后，他将不受1级谋杀指控。居民们异常愤怒，然而抗议并没有影响法院的决定。艾迪被送往威普恩中央州立精神病院，农场很快与他的其他财物一起被拍卖。10年后，1968年1月22日，法院最终裁定他有权接受审判。艾迪被判1级谋杀罪成立，但仅仅只是审判。随后以犯人患有精神分裂免以惩罚，并被送回精神病院。艾迪余生也在那里度过，期间他还成为模范病人。除了有时会用可怕的眼神看着护士以外，他与病人相处良好，乐于工作。在精神病院期间，甚至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间。他于1984年7月26日因为癌症去世，他被埋在了他母亲所在的普兰菲尔德公墓。遗憾的是，最终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并没有看到艾迪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在这场命案中，没有赢家。母亲极端的信仰和控制，让本有机会成为正常人的艾迪，变为了一个扭曲的怪兽。或许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和机会去探索、学习和成长，才能让孩子在未来面对复杂的社会时，多几分从容的勇气。欢迎大家来到 Loki 的密室，关注我，每周为你带来奇案，和你一起看清黑暗中的双手，远离那些隐藏的恶意。我是 Loki，我们下次再见。